不怕奔驰和路虎，就怕大众带字母。辉腾作为当年唯一带字母的大众汽车，在2006年的大顶配 W12缸车型要价高达215万，价格是辉腾了，可惜销量没能辉腾。卖一辆辉腾，大众甚至还得亏将近3万欧元。很多人就会问，凭什么他一个大号帕萨特卖这么贵？怎么敢的？但有一说一，辉腾虽然样子平平无奇，但是人家从底子到里子可都是宾利级别的，尤其是那个方向盘，当年买得起辉腾的，现在没有开上劳斯莱斯，那都是家道中落。要知道，买辉腾大部分车主图的就是个低调、奢华、有内涵，而辉腾就像一壶茶，需要细细品味。所以其实靠近仔细看辉腾，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和帕萨特的不同。车身大小、镀铬装饰条、C 柱的厚度、漆面的质感都是帕萨特完全比不上的。并且抛开市场表现不看，辉腾绝对算一辆合格，甚至可以打满分的车。辉腾出自大众的第一平台制造，使用和 A8、欧陆 GT、飞驰和天悦相同的 W12缸发动机。这款大众唯一量产的6.0 W12 发动机是用2颗 VR6 发动机组成，这个 VR6可是被大众玩得透透的。帕萨特 B3 到 B7代、卡宴1.1和1.2，还有最新的揽境都用上了这个发动机。从91年玩到现在，可谓是大众的传家宝。说回 W12，首次使用是在97年发布的概念车大众 W12上面。这辆车在01年还被扩缸到6升，591马力，在意大利纳尔多赛道以均速295公里每小时跑了4402英里。当年法拉利360也就282公里每小时，还不一定能连续跑这么久。而且大众还曾在一辆高尔夫 GTI 上塞进了欧陆 GT 的6.0升 W12双涡轮引擎，奥迪 RS4 的前刹，盖拉多的后刹和后轴，28的后副车架，纯的一个综合冠。3.5秒破百，最高时速去到了340公里每小时，这哪是小钢炮，这就是个大炮。唯一的缺点就是马力太大，中置引擎、后轮驱动和高尔夫的轴距太短了。TT 的大猩猩怎么开怎么 spin， 最后还是 Stig 勉强征服了它。所以说从档次来看，辉腾是绝对够格的。真失败就败在它那个牌子带给大家人民的汽车的刻板印象和大帕萨特的外形。那为啥大众要干这赔本赚吆喝的项目？这还得从大众集团的前董事长皮耶希老爷子说起。辉腾的历史开始于90年代中后期，那时奔驰和宝马都开始扩张自己的车型版图，尤其是奔驰1997年推出的 A 级小车，一下就把手伸到了大众的碗里，无异于虎口夺食。那皮耶希是啥人啊？那可是弄出了保时捷917、奥迪 Quattro 和奥迪100的技术狂人，能受得了这委屈，立马决定反击，要弄辆大众的豪华轿车，提升大众的汽车形象。项目代号 VW611，干掉奔驰 S， 甚至都没把宝马7系看在眼里。皮耶希根本就不在乎成本和研发难度，给工程师提了10个要求，现在披露出来的有2条：一是要可以全天候以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巡航，并在环境温度50度的时候车内恒温22度；二是车身抗扭刚性要达到37000牛米每度。光是从这2条规定，很难想象其他的几条是多么的变态。根据要求制造的概念车被命名为 Concept D， 在德国国际车展上亮相，搭载 V10 TDI 柴油发动机，4驱空气悬架。就是这个外形设计看起来就很像是溜背版本的帕萨特，屁股还有点像布加迪 EB118的概念车。但要是当年辉腾用这个造型来卖，说不定都比现在好。辉腾跟欧陆 GT 和飞驰共享底盘，后来的帕拉梅拉用的也是这个底盘，还有托森标准4驱、中央制热系统和除湿机等等100多项专利，尤其是除湿机。这期的大猩猩还专门和一个女生在辉腾的后排激情喝茶，测试了一下这个功能。而皮耶希除了把大众集团最好的全部掏出来以外，还斥资1.8亿欧元给辉腾专门建立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大众玻璃厂，还生产宾利飞驰。这个工厂四面通透都是玻璃，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汽车博物馆。另外铺木地板的汽车制造厂估计也就玻璃厂独一份了。而且订购辉腾的客户还可以得到大众提供的一次玻璃厂旅行，看着自己的爱车生产。2002年，第一辆辉腾从玻璃厂顺利下线，打开了大众冲向高端市场的大门。而美国作为当时豪华车的主要消费市场，自然成了主要目标。他们给辉腾计划年销量2万台，希望能把奔驰 S 和宝马7系通通拿下。但抢夺市场哪会这么容易？你大众在美国卖了那么多年的 Polo、高尔夫、甲壳虫，自己的定位能不知道吗？而且车如其名，1-2万美元，大众的汽车早就深深的扎在心里了。这时候突然推出一个售价高达9万美元的大众汽车，不说价格，神似帕萨特的外形，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卖得出去吗？辉腾没这个能力的，知道吧？市场表现也不出意料的差，03年到05年3年也就卖了3000辆出头，远远达不到预期的2万辆。而且2005年大众的财务状况也不好，净收入从03年的9.8亿欧元降至6.77亿，辉腾甚至卖一辆还得倒贴近3万欧元。产品的失败自然而然被大众内部所诟病，只得在06年彻底放弃了美国市场。那欧洲市场呢？虽然欧洲人民对品牌的执念没有美国人那么深，但是辉腾的起步价89650欧元，自家的豪华品牌奥迪 A8 起步价才81000欧元，这是当时乃至现在的消费者都不理解也不太能接受的。但令大众没有想到的是，辉腾却在中国市场开辟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众所周知，中国人是比较低调的，加之大众桑塔纳、捷达很早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在那个
那个年代，大众汽车给咱们的印象还是比较高级的，正好弥补了自身品牌在欧洲和美国的不足，所以中国意外的成为了辉腾最大的市场和支撑下去的力量。还有个传闻说，全球一半的辉腾在中国，中国一半的辉腾在四川，四川一半的辉腾在成都，因为有个叫成都新双利的代理商，创造了单店年销量1000台的销售神话。什么概念呢？就是那2年辉腾的产量6%到8%都被成都给消化了。辉腾之乡名不虚传，截止2013年，更是连续6年荣获辉腾全球销量第1的桂冠。德国大众总部在得知后，还专门为新双利定制了100台巴蜀定制版辉腾。但其实在国内，辉腾虽然有销量，但还是逃不过被调侃。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大众也不再是一开始触不可及的高级轿车形象。大众的老对手奔驰、宝马逐渐霸占了中国的豪华车市场。靠着桑塔纳、帕萨特、Polo 在国内起家的大众，在产品价格和品牌价值上又重复了在美国市场的故事。大众心里能不明白吗？我想绝对是明白的。可辉腾就是有点骑虎难下的味道，不做了就等于自己宣告自己弄不了豪华车，继续做嘛又亏本，大换代是不太可能的了。皮耶希退休之后，大众集团肯定不会再花大价钱去动辉腾，没给他砍掉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2011年，大众给辉腾做了第2次美容，新的 LED 行车灯，增加了一款 V6的引擎，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和帕萨特不是那么像了，尤其是镀铬饰条。如果说老款帕萨特把保险杠上的装饰条换成镀铬的，还能装一下辉腾，但11年之后的绝对不行。但又有什么用呢？除去已经退出的美国市场，改款后在华销量确实不少，11年卖了6600多辆，欧洲市场2953辆，就算加起来也不过10000辆。同时代的奔驰 S 国内市场1年就31500辆，要是就这样有中国市场撑着卖，辉腾也不会在15年停产。当年大众的排放门，对车关注的应该都有所耳闻。那年大众被美国国家环保局查到在美国卖的车都有特殊软件，用来规避官方的检验，但实际是卖到全球多达1100万辆车都受到影响，涵盖了旗下的奥迪、保时捷、斯柯达和西亚特，甚至还有研究说大众导致了10到350例的死亡，是真是假没人知道。最后罚款金额高达150亿美元不止，所以本身就是赔钱赚吆喝的辉腾也彻底被砍掉。这是辉腾的错吗？绝对不是，辉腾绝对是一辆好车，细细扒开看，甚至超越任何它的同级别对手，就是定位和受众看不懂。大家当时好奇的就是这车造出来卖给谁，加上从诞生到停产13年间一次换代都没有，只有改款，折腾到最后还都是老帕萨特的脸。但辉腾是大众迈进豪华车领域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是改变大众对大众品牌认知的产品。在辉腾停产之后，大众专门给中国市场弄了个辉昂，可惜的是跟宾利不是同平台了，用的 MLB 平台跟 A6一家亲了，价格也差不多。但前段时间大众官网发布了一款新的辉腾 D2，我啪的一下就点进去了。说真的，这次大众真的会了，这造型、这气场、这镀铬中网，不是吹啊，真就有黑色高级轿车的感觉了。顶配发动机依旧是 W12 宾利飞驰同款双涡轮 6.0， 然后就是祖传的 3.0 V6， 并且还可能会有混动。唯一的遗憾就是不会量产。能看出大众对辉腾绝对是有感情的，亏成这样还一直都没忘记辉腾。从第一辆辉腾在德累斯顿玻璃厂下线，已经20年了，虽然没能干掉奔驰 S， 但却让大众品牌踏进了豪华车制造领域，积累了不少经验。虽然不知道辉腾 D2 将来会如何，但从始至终，辉腾就像一颗闪亮的明星，提升了整个大众品牌的格调。未来请继续加油吧。